梁弹下梁弹下不下马？我看这个争论可以到此为止了。荣臻同志的报告还要具体落实下来。他是个厚道人，都立了军令状，要背水一战。但聂荣臻心里还是不踏实，召国防科委副主任张爱萍、刘希尧和已经接替宋任穷担任二机部部长的刘杰专门开会。北戴河会议上的争论，主席一锤定音，我也给中央立了个军令状。但是现在研制原子弹的时间表还没有拿出来，我想请爱萍同志负责，你们3位到二机部所属的主要单位去调查研究，尽快把研制原子弹的时间表给确定下来。好，爱萍同志，陈毅同志找你谈过了吧？谈过了。说实话，聂总，我虽然主持过导弹发射试验，但对原子弹完全是外行，所以我对陈毅同志说，我只知道鸡蛋、皮蛋、山药蛋，没有听过原子弹。那陈毅同志怎么说呢？陈毅同志把我熊了一顿，他说不懂就学，谁生下来就会啊？是啊，陈毅同志说得好啊，我们也都是从不懂开始学的嘛。看来原子弹是非上不可。聂总，我说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哎，爱萍同志，这句话你说得好啊！人呢，再穷也要有一根打狗棍。我们中国人呢是有志气的，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向中央交上一份满意的答卷。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准备采用内爆法，这种方法比美国第一颗原子弹采用的枪法要先进，跟美国的第2颗原子弹相似。难度虽然很大，但是威力也更大。你们试验的情况怎么样？我们已经进行了上千次的试验，起爆元件获得了重大突破。关键环节，我们正在验证。好，在1964年炸响第1颗原子弹，你们这个部门有把握吗？有，我相信，在最后的期限前，我们一定能完成原子弹所需的起爆元件。好啊，王老，有你这句话，我们的信心更足了这时候，邓稼先的理论部对原子弹的理论计算已经进行到第9次。在此期间，邓稼先另辟蹊径，反复验证，提出了3个重要的物理因素，建立了3个数学模型。但每一次的运算结果都跟苏联专家留下的那个数据不一样。连续计算的结果都一样，已经计算了9次了，加上最早那次，一共是10次。再计算下去没有必要。现在我们在怀疑，有可能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数据是错的。可是没有验证，大家心里又不踏实，所有的工作都卡在那儿了。是啊，关键是要进行一次验证，但怎么验证这个问题也不好解决啊。我感到我们现在走在了十字路口，这个路口要是跨过去，肯定是柳暗花明啊。我想到了一个人。谁呀？周光召。他不是在苏联吗？对，他已经回国了。真的？哎，部长，那让他来我们理论室工作吧，这样可以加强我们理论设计的力量。对，你想的跟我一样。钱部长，周光召同志的工作表现虽然很好，但他有非常复杂的海外关系，使用上要慎重啊。怎么慎重啊？有些特殊的部门不能用。钱部长，你们是搞原子弹的，这么复杂的海外关系，万一泄密了怎么办？哎，小张，你们人事部门的警惕性真高啊！这是我们一贯的政策，我们是在执行政策。小张啊，你们不能拿这样的有色眼镜来看人。周光召同志不但业务能力强，而且他非常爱国。
苏联中断对我们的援助，撕毁合同，撤走专家。他主动提出来要提前回国，参与原子弹的研制。对待这样的同志，仅凭他有海外关系就把他打入另册，这是不是太荒唐了？钱部长，我们的人事制度不允许出任何差错。哎呀，小张啊，这个责任我来承担。不行，这不是谁承担的问题，我要对我的工作负责。那好，我直接找总理。周光召这个同志，我要定了。呀，总理啊，聂总，三强同志，三强同志来了。总理刚才还在问原子弹理论设计的进展怎么样了。啊，我就是为这件事情来的。邓稼先他们先后进行了10次的计算，其中有一个关键的数据，跟苏联专家讲的不一样了。哦，是不是苏联专家讲错了？有这个可能，但需要验证。现在邓稼先他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哎，三强同志啊，你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总理提，总理啊一定会设法替你解决的。聂总啊，你这个保票一打是逼我上梁山呐，不答应也得答应啊。是这样，周光召同志是个年轻的核物理专家，刚从苏联回国，非常有才华。你是想把周光召弄到邓稼先他们那个理论室？这应该不是件难事吧？周光召如果能到理论室去工作，肯定会出成果。可是他的家庭关系比较复杂，有海外关系。哎，那他本人的表现怎么样？本人非常爱国的。苏联撤走专家撕毁协议，他主动请缨，提前回国参与原子弹研制。这样的科学家应该是值得信赖的。可是人事部门对他的海外关系还是不放心，有些争论，阻力很大呀。我们有些同志啊，对知识分子还是另眼相看，信不过呀。总理啊，聂总，我向你们保证，周光召绝对可信。如果出什么问题，你们拿我试问。三强同志啊，如果我们连你也信不过，我们还能相信谁呀？啊，聂总说得好啊，对知识分子，我们党的一贯政策是重在表现嘛。我看周光召同志的事就这样定了。对他这样有才华、有能力的科学家，我们一定要敢用，而且还要重用。关键时刻，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周光召调入理论研究室任副主任，加强了原子弹理论设计的力量。怎么样？啊，你们的前几次计算，我看没有问题。我也这么认为。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办法证明苏联专家的数据是错误的。我在想，应该有一个办法。什么办法？啊，你看，苏联专家的这个数据描述的是原子弹在爆炸时，在某个阶段会产生400万的大气压。我们可以利用最大公原理，对原子弹爆炸所产生的大气压进行计算，它所能达到的最大的气压是多少？这倒是个办法。你同意？我同意。我们马上进行计算。啊，好。小陈啊，我们成功了！我们成功了！成功了！同志们，老周用最大公原理验证了我们的计算是正确的，完全正确！也就是说，那个苏联专家的数据是错误的。对，是的，苏联专家讲的这个400万的大气压，我们现在计算出来，如果原子弹爆炸，它不消耗任何能量，最大的大气压也达不到400万。老周啊，这有你的，一来啊，就把问题都解决了啊！为了这个数据，我们足足算了9次，加上第1次是第10次，足足10次啊！足足10次。不过我们一点都不远。
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终于弄清了原子弹内部的秘密。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心血，我们花的值啊！对。到今天，我们反复10次的运算，可以说是功德圆满了。同志们，你们在庆祝什么呢？啊，首长，报告首长，我们的计算获得重大进展，已经基本摸到了原子弹设计的初步轮廓和基本规律了。小邓，同志们，了不起呀！从理论上来讲，我们的原子弹已经孕育出来了，接下来就是要把它生出来。好样的，你们真是好样的！小邓，你马上写个技术方案给我，要明确完成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时间。是。艾平同志，你就再多说几句吧。是啊，你再说几句吧。同志们，我有千言万语要说呀，但是现在我只说一句话：中央感谢你们，全国人民感谢你们。我作为一个老军人，我向你们致敬。张爱萍、刘希尧、刘杰经过2个多月的调查，得出结论：2、3年内，即最迟在1964年，我国爆炸第1颗原子弹是可能的。聂总，这是邓稼先送来的技术方案。哦。哎，你们喝水啊？好。好啊。这份报告啊，就以我和爱萍同志的名义报写中央军委和总理。哦，还要附上邓稼先的技术方案。好。我们现在一方面受到美苏这2个核大国的威胁，另一方面要克服经济困难，局势对我们非常严峻呢。能不能早日拿出原子弹，就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我和聂帅委托爱萍同志在你们所属的单位进行了1个月的调查研究工作，终于完成了报告，还有技术方案。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异议这个方案，再就是顺便问问现在工作进展的情况。小邓啊，你先说。这个王摇头还不好意思呢。总理啊，您比我上次见到的时候又瘦了。小邓啊，这怪你呀！这几天晚上，我反复看你的技术方案，兴奋得难以入眠呐。怎么样，你们那些年轻人还好吧？他们吃到特供没有啊？那些年轻人还浮肿吗？总理，一切都好，特供都吃到了，而且啊，现在闹浮肿病的人也少了许多了。这很好嘛，不能让我们的科学家饿肚子嘛。现在搞原子弹要实行3级跳，饿肚子可跳不动啊。三强同志，你先说吧。你看现在影响我们实行3级跳计划实施的关键是什么？影响我们3级跳的主要问题有2个。第一是同位素分离尚未启动运行，计划在1964年4月才能拿出合格的高浓缩铀产品。另一个是号称龙头3次方的理论设计，有些神秘参数我们还把握不准。尽管小邓他们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你们那个设想是对的，不抓龙头，原子弹是搞不出来的，何况还是龙头的3次方，关键中的关键呐！你们的设计轮廓我都看过了，什么爆炸力学、中子输送、核反应、中子物理学等等，这些相关的参数是怎么解决啊？总理，您对原子弹的理论设计还这么内行呢？
我懂的只是皮毛，还要请教你这个专家啊。总理，我认为要解决问题的方法有2个：一是继续进行运算，尽快掌握准确的数据；二，想办法进行一次同位素的原子弹冷试验。好，这个想法很好。你们以为怎样啊？我看小邓说的对，按这2条路走。好，我们大家再详细议议，晚饭就留在我这儿吃啊。总理啊，你这个宴请是不是太简单了一点？我们大家还等着大吃一顿呢。实在对不起啊，这已经是最高规格的宴请了。不过我可以保证让大家吃得饱。总理，您也吃得这么简单？这不是有肉丸子吗？这个东西不简单呐。来，小邓啊，你年轻，多吃点啊。总理，我自己来，自己来。吃啊！哦，大家吃。来。邓稼先差点流下眼泪。但这顿晚宴结束后，一件让他料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各位领导，今天是总理请大家的客，那总理和邓大姐的粮食定量呢也不高，没有多余的粮票宴请大家了。钱呢由总理来付，粮票不够的部分就只好由就餐的同志来付了，不多，每人1两。这是老规矩，这是老规矩了。来，我这1两给你。这是我的。部长，我没带粮票，再找找，我真没带。同志，我今天没带粮票，以后补上行吗？小邓啊，总理，没带没关系啊。不，总理，我记得。我欠您1两粮票。你这个小邓啊，别放在心上。坐，来，我们继续讨论。小邓，坐下。邓稼先一直记着，他欠总理1两粮票，但直到总理去世，他这1两粮票都没能有机会归还。在那长歌当哭的日子里，他边哭边找出1两粮票，点燃后敬献在总理灵前，表达他对总理的深挚感情和怀念。萍萍，萍萍，是爸爸呀！爸爸回来了！爸爸！哎，乖儿子！哎呦，来，快亲亲爸爸啊！爸爸也亲亲，哎呦，乖女儿！哎呦，乖女儿！爸爸回来喽，亲亲爸爸啊！好，好爸爸，好爸爸，好爸爸！妈妈，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爸爸回来了！西西。回来了，回来了，我回来了。傻了。小张。到，
警卫员小张，这是我爱人许露西同志。许同志你好。好。回来不提前打个招呼，还带了个警卫员回来。总理找我们谈点事，结束的早，所以刘部长就让我们回来看看。你能待多长时间？明天一大早就走。我就知道你回来最多待1个晚上。我爸都说了好几次了，老爷子要跟你谈谈。他不是想跟我谈谈，是想跟我喝几口小酒吧。好，等596成功之后，我陪老爷子痛饮一场。596啊？什么是596啊？别问了，保密。你也不能说。老爷子那里啊，提都不能提。什么工作呀？搞得这么神秘啊！这明明夫妻2个人都在北京呢，弄得就跟天涯海角似的。你不回来吧，还怪想你的；这回来吧，搞得我心里怪难受的。西西啊，你不是喜欢看戏吗？我陪你看场戏怎么样啊？邓稼先，你要是想逗我开心，就直接说。现在都几点了？戏早就开场了。你忘了我的拿手好戏了？等退票。就我们俩。邓主任。小张，你早点睡吧，我和爱人出去看场戏。这怎么行呢？邓主任，我跟你们一块去。啊，小张同志，我们这就看个戏，你……是，许同志，保护邓主任的安全是我的职责，我必须时刻在他身边。台湾黑蝙蝠中队的 P2V 侦察机依然不时骚扰大陆，如入无人之境。1961年11月6日黄昏，一架 P2V 侦察机从南朝鲜的群山机场起飞，侵入大陆。这一次，他再也别想回去了。好啊，终于把他给等来了。你们要密切注意他的航线，随时向我报告。司令员，该下命令了吧？传达我的命令：各高炮阵地、探照灯站、雷达站，马上进入1级战备状态。这次绝不能让他给溜了。是。报告，发现目标，发现目标。好啊，
的雷达，盯住他。报告，敌机已进入我502高炮台火力范围，要不要？不，再等一等。老程啊，我看先不要开探照灯，等敌机进入火炮最密集的区域，那个时候我们再开探照灯，一举将其击落。对，就要打他个措手不及。我空军部队硬是用高射炮打下了不可一世的 P-2V 侦察机，又一次创造了奇迹。哦，罗总长，罗总长，你看，那就是 P-2V 侦察机坠毁的地方，还炸了个大坑。把死去的机组人员就地掩埋吧，再给他们立块碑，便于日后他们的亲人来认领。好，老程，你去把这事办一下。是。中央对你们这一仗评价很高啊，说你们善于根据敌情，拿出克敌制胜的办法来。罗总长，过去我们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蒋介石，在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用高射炮打下敌人先进的侦察机呀。正像主席说的，决定战争胜败的不是武器，而是人呐。对，是啊。我们是要拥有先进的武器，但是最关键的还是人。你们空军同志就很了不起啊！主席让我转告大家，希望你们再接再厉，全歼来犯之敌。是。学森同志，为加强力学研究，中央已经定了，把中科院动力研究室划归你们力学研究所管理。还有，中国科技大学与其对口的物理热工系也并入你们力学和力学工程系。火箭和导弹的研制要搞上去，没有后续人才的保障是不行的。这样做很好，可以集中力量来抓。要是这样的话，你的担子就更重了。担子重我不怕，苏联现在已经把宇航员送到太空了。如果我们不奋起直追的话，差距会越来越大。好，学森同志，你看看你有什么具体的建议，你可以先提出来。中科大物理热工系并进来以后，可以先成立喷气动力热物理专业。这样既可以在专业上做领先探索，还可以培养人才。好啊，大学是我们搞科研的中坚力量。你以后在这方面多关心一点吧。我可以常去中科大讲讲课。五院每年都要接收大批的毕业生，他们将来是要出大成绩的。钱院长，你是从美国回来的大教授，没想到你的穿着这么简朴。你以为从美国回来的就一定要穿的西装革履啊？我觉得还是穿土布的衣服好，很舒服。哎，钱院长还穿着布鞋呢。这也是我的观点，布鞋比皮鞋穿着舒服。现在我们国家正处在最困难的时期，你们呀更不要把精力都放在穿着打扮上啊。好，走，带我去看看你们的实验室。走。回来了。干什么呢？你们两个不停地笑啊！什么？爸爸，刚才一位女士来咱们家，送了这件礼物，还有一张贺卡呢。女士？人呢？已经走了。爸爸，你看看，这是贺卡。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个女士怎么会知道爸爸的生日呢？哦，爸爸，这还有一个小猪娃呢。哦，手工缝制。永刚，你告诉爸爸，这位阿姨你认识吗？这位女士个子高高的，说话甜甜的，好像还很漂亮。永贞，你最乖了。你告诉爸爸，这位阿姨你认识吗？你们别笑了，快告诉爸爸。爸爸，那位女士不是阿姨，是妈妈。
哦，原来是妈妈呀！是你们两个小鬼头在捉弄爸爸。不是他们的主意，是我。我怕你啊，连自己的生日都忘了。那这个就是我的生日礼物了。啊？为什么要送我一头小笨猪呢？因为爸爸是属猪的。哦，原来我是一头任人宰割的小笨猪啊！今天没有生日蛋糕，就吃一碗面吧。吃碗面也很好啊。有漂亮女士送我礼物，我高兴还来不及呢。这个贺卡是永刚和永贞他们亲手做的。咱们的孩子真是长大了。爸爸今天想跟你们商量一件事。国家现在碰上了困难，咱们家的日子过得还可以。如果我和妈妈把家里的生活过得再节俭一点，你们同意吗？同意，别人家孩子能过的，我也能过。爸爸常说，多吃点苦也是一种锻炼，我不怕。好，你们都是好孩子。爸爸跟你们说一件事，我今天去中科大给他们上课，参观了他们的实验室。他们的实验室条件非常简陋，缺少仪器设备，因此很多研究都不能做。我看了呀，心里很难受。学森，你是想？我是想给他们购买一批仪器设备。你的稿费和我们的工资结余，上次你都当做党费捐出去了。现在家里唯一留下的就是在美国积下的那点钱。把这点积蓄都捐出去吧，购买了仪器设备，将来能派大用场。你们说呢？我同意，我也赞成。我的两个孩子思想都这么先进，那我这个当妈妈的可不能落后啊！我也同意。好，全家通过。钱学森在50岁生日后不久，向中科大捐赠了11500元，用于购买实验仪器设备。这在当时是一笔天文数字。聂荣臻和张爱萍关于原子弹可以在1964年炸响的报告送到邓小平这儿。邓小平考虑到毛泽东事务繁忙，特意提醒看前1页半最重要的部分即可。这份报告在毛泽东手上一直存放到1962年底，没有人知道在这1年多的时间里，他究竟看了多少遍。红铅笔划下的杠杠，又何止在前1页半？在科学研究中，对于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毛泽东和中央的决心，不但及时平息了两弹是否下马的争论，而且使两弹研制在最艰难的条件下得以继续攻关。这一时期，毛泽东派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下乡调查的同时，自己也继续在全国各地视察，了解实际情况。因菊香书屋年久失修，趁着毛泽东外出视察，后勤部门对菊香书屋进行了修缮。主席，这是谁批准的？啊？主席，这房子太旧了，不修不行啊。现在是什么时候？国家经济这么困难，你们还有心思装修房子啊？修得如此富丽堂皇，这是给皇帝住的吗？主席，您别发火，我们工作确实有失误，应该先向主席报告。我不是皇帝，这个房子我不住。主席，您看这房子已经修好了，您还是住这儿吧。莫说了，你下去吧，告诉他们，我毛泽东不住你们修的这个房子。是，主席。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主席，您消消气。净干这种蠢事，劳命伤财。主席，我想他们也是好心，就是干的不是时候。我不愿意听这个话。
银桥，你收拾一下，我们搬家。是。搬家？不，主席，我们搬哪去啊？就搬到游泳池那边吧。这房子谁爱住谁住，我毛泽东是坚决不住的。主席，这菊香书屋您最喜欢了，已经住了10多年了。10多年了，说起来是有感情的。主席一向恋旧，用过的东西都舍不得扔掉。您看这房子还是先别急着搬吧。银桥啊，当年从西柏坡进北京城的时候，你还记得我说过什么话吗？主席说过，我们不做李自成。对，我毛泽东不做李自成。毛泽东果真搬到了中南海游泳池他的休息室里去住，从此再也没有回过他曾经那么喜欢的菊香书屋。银桥啊，放这儿吧。好。父亲，根据我们最新得到的情报，毛泽东确实在西北地区进行绝密的核武器研制计划。美国人的反应是怎么样的？他们急坏了，也迫切地想获取具体情报。以前苏联人说，离开了他们的帮助，中共是搞不出原子弹的。可是现在，苏联人走了，他毛泽东不是干得更欢了？对于毛泽东这个人，就像父亲所说的那样，不能以常人的思维视之，而且是反其道而行之，出奇制胜。这话我是说过，但是原子弹毕竟是高科技，而且眼下还处在困难时期，老百姓饭都吃不饱，还搞什么原子弹？那父亲的意思是，我们现在可以不必对中共的核计划……不，在战略上，我们必须要加以重视，对中共核武器研制的进展，要完全做到心中有数。哦，对了，好像美国人对这件事非常的迫切。那好啊，就让他们和我们好好的合作。父亲，我们已经跟美国着手共同组建一支最先进的高空侦察部队。过去的阿比57D 侦察机已经够先进的，可还是被共军打下来了。还有那个 P2V 侦察机，说是高低空都可以大显神威，可结果呢，被共军的高射炮给射下来了。对待那些狡猾的共军，再先进的武器都是不安全的。看起来，我们黑蝙蝠中队恐怕是难以为继了。不过，我们新组建的高空侦察中队不一样，它采用美国提供的最先进的 U2 高空侦察机，而且我们已经进行了将近1年的集中训练，现在可以让他们派上大用场了。景儿，你对 U2 高空侦察机那么有把握吗？ U2 是当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我可以肯定，在几年之内，共军是没有办法对付它的。这就好，不过也要随时小心，特别是对外要严格的保密。现在我们的 U2 侦察机中队是空军第35独立中队，名义上归空军总部情报署管，可实际上是由我和美国中情局直接指挥，对外称气象侦察中队，这样可以掩人耳目。你考虑得很周到。景儿，明天我想和你去看看这些空中的勇士。是，父亲。U2 飞机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高空侦察机，它的飞行高度可以达到23000米以上，续航时间为8小时以上，还有多种电子设备。另外，U2 飞机装有8部可以在任何气象条件下
对地面军事目标进行拍摄的全自动照相机，而且可以连续拍摄9个小时。真像是个空中堡垒啊！由于 U2 飞机卓越的性能和它出众的谍报本领，它被称为天使。当然了，也有人叫它神秘女郎或者蛟龙夫人。哼，美国人的幽默。啊，父亲，这个是我们黑猫中队的队徽。这是一只黑猫？这是什么意思啊？啊，父亲，这个问题我请陈怀中校向总统汇报。是。报告总统，因为 U2 飞机通体乌黑，用黑猫来形容最为形象贴切。父亲，我们黑猫中队的队徽就是由陈怀中校设计的。哦。陈中校多才多艺啊！你再告诉我，这其中还有什么含义呀？父亲。父亲，我们黑猫中队的队徽就是由陈怀中校设计的。哦。陈中校多才多艺啊！你再告诉我，这其中还有什么含义呀？报告总统，猫的眼睛代表侦察照相设备。更重要的是，猫是白昼黑夜皆可出行的动物，预示着它在白昼和黑夜均可执行侦察任务。好，这个队徽确实有意义。我希望你们都是一只最灵敏的黑猫，潜入大陆，完成侦察任务。是。由美国为蒋介石武装起来的这个在当时极为绝密、后来臭名昭著的黑猫中队，就这样踏上了秘密航程。U2高空侦察机所达到的飞行高度，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战斗机也上不去，甚至连导弹都打不到，因此极为嚣张，如入无人之境。1962年1月，U2第一次执行侦察任务。这个幽灵就深入到我国西北地区，对核设施和导弹基地展开侦察。可以肯定，蒋介石派来的就是 U2高空侦察机。是啊，从1月到3月，U2来侦察了好几次，可是我们都没有对付他的办法，眼睁睁地看着他就这么溜了，真是窝囊啊！看样子，我们接下去是要跟这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家伙交手了。是啊。报告司令员，这是上报总部的报告。这是你们写的？是。太不像话了！就这样的东西，你们也敢往总部送？什么几点几分？敌机一架从台湾起飞，经过了某某地方，对我大西北核基地、导弹试验基地进行了拍照侦察，然后又经过了某某地方，沿着某某航线返回了台湾。这简直就是一篇狗肉账！那以前也是这样写的？那是过去，现在不行。U2接二连三对我核基地、导弹试验基地进行了多次侦察，而到现在，我们连一个有效的办法都没有找到。任其逍遥，你说这情况严重不严重？你们的好，作为一般情况不加考虑、不加分析的向总部汇报，那首长会怎么看我们？那我们空军司令部的水平不也太次了吗？那怎么办？什么怎么办？拿过去重写。你下去吧，我自己来。是。敌机到大陆窜扰，就是这几个口子，怎么总是堵不住呢？敌人用的是 U2高空侦察机，我们的战斗机上不了这样的高度。竟敢深入到大西北，太嚣张了嘛！这样下去，我们大西北的核试验基地和导弹试验基地将无米可保。
这不仅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影响太坏了。督促空军全力以赴，勿见入侵之地。U2侦察机拍回的照片非常清楚，共军在西北的军事设施和工厂一览无余。这可真是火眼金睛啊！有了它，毛泽东就是有再瞒天过海的本领，也瞒不过我们了。U2侦察机的性能非常的先进，而且它可以在任何时间前往世界上的任何地点去完成侦察，而不必担心它会被击落。它的侦察能力更是出神入化，它每飞一个架次能够侦察96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它拍出的照片清晰度非常高，在18000米以下，地面人员的活动都可以清楚地显示出来；在9000米以下，地面人员所看报纸的标题都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这是美国人给我们的高科技呀，虽然要600万美元一架吧，我看值。父亲，经过U2侦察机的侦察表明，共党确实在西北地区秘密进行他们的原子弹、导弹的研制，而且在兰州一带已发现他们的铀浓缩工厂。把这些都告诉美国人，让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予以摧毁。这些情报首先要交给美国，美国人的心里比我们更清楚啊。希望美国人这一次不光停留在嘴皮子上。眼下世界的格局对我们还是有利的，但是美国人要对共产党大陆动武的话，恐怕还是有所顾忌的呀。放心，对毛泽东拥有原子弹的后果，美国人不会不清楚。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为了遏制大陆中共拥有这些核武器，这第3次世界大战就很有可能会打起来的。是，父亲。我们离开大陆已经有10多年了，在台湾，我真是度日如年啊，朝思暮想大陆啊。但一眨眼，又觉得是光阴如梭，白驹过隙呀。父亲是想念家乡了。这真可谓是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啊！静儿，有我们溪口老家的照片吗？父亲，U2侦察机只负责对军事目标进行侦察，别的……这我知道，只是我问问而已。知不知道溪口现在会变成什么样子了？主席，一大早就在写东西啊。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思琪终于想通了，找了个对象。主席劝思琪结婚，也不是1年2年了。安英牺牲后啊，我把思琪当作自己的女儿。女大当嫁，思琪也该有自己的家了。主席对思琪的这份关切，谁看了都会感动。将来思琪成家立业，再添个小宝贝，我这桩心事啊也就了了。主席，我们大家都高兴。思琪等会儿要过来，银桥，你帮我收拾一下。准备什么？思琪要结婚，我这个当父亲的贺礼总不能少啊。行，主席，那我从您稿费里取点钱。陈怀老弟，U2侦察机虽然飞得高，共军暂时奈何不了我们，但是你不要忘了，就在前年，他们曾经击落了一架我们的
RB-57D 高空侦察机。所以说，你的每一次飞行，每一分钟，都有死神相伴。蒋先生，我听过一个故事。故事说沙漠里有一种鸟，在找不到水喝的时候，母鸟就用嘴啄破自己的肚子，用体内的血喂给小鸟吃。血吃完了，小鸟得活，而母鸟就此死去。陈怀老弟的意思是，我愿为反攻大陆而献身。好一个用血献身的故事啊！陈怀老弟，你舍身成仁的决心，真是让我佩服啊！蒋先生视我如兄弟，我陈怀活是蒋先生的人，死是蒋先生的鬼。你是我最看重，也是我最信任的高空骑士。有你这样的壮士，我们反攻大陆必成啊！谢蒋先生，星期一明我去了。陈怀驾驶U 2侦察机再次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由福建进入浙东地区。刘亚楼同志，最近台湾 U 2侦察机活动频繁，对我国防构成重大的威胁。面对这样嚣张的挑衅，主席非常震怒。你们空军应该拿出办法来。总理，我空军多次对 U 2侦察机展开拦截，但是都没有成功。因为 U 2侦察机的飞行高度是23000米，而我们的战斗机只能飞到17000米，这中间有6000米的差距啊！飞行员即使有天大的本领，也是望尘莫及。战斗机都不行，高炮就更无能为力了。导弹呢？我们现在有4个营的导弹部队，使用的都是苏联当年卖给我们的萨姆2型地空导弹，已经是老化了，命中率又不高，高度也很勉强。U 2飞机侦察的西北地区，是我们国家的核心机密，那里有几万官兵正在建设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基地，还有浓缩铀工厂。这样一个对国家民族至关重要的地区，随时受到敌人的监视，后果是非常严重的。总理，我们一定想办法把U 2揍下来，给美国人和蒋介石一个教训。主席震怒，说这不仅是军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影响太坏了，敦促空军全力以赴，勿歼入侵之敌。让主席震怒，我这个空军司令员责任重大呀。中国打开的天窗必须给我关上，谁也不许把头伸过来。是。司令员，怎么样，老程？敌机到什么方位了？青海的海燕。青海海燕，那可是我们核武器研制基地啊！他这会儿还在海燕上空盘旋呢，已经转了3圈半了。妈，逍遥自在的很吗？他这简直是在向我们示威。老程，刚才总理找我谈话了，说主席非常震怒。我已经立下军令状，不把U 2揍下来，我这个空军司令就是孙子。咱们刘司令动怒啊，空军都要抖3抖啊！啊！司令员，敌机要开溜了。哦，看他往哪儿跑。报告司令员，向河南郑州方向。马上命令郑州空军出动战斗机拦截。是。报告，我军战斗机拦截无效，敌机从福建沿海返回。娘的，又让他溜了。静儿，父亲，
有什么急事吗？咱们的U2又立大功了，共党在西北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已经被我们找到了。哦，在什么地方？青海的海晏。在这样的不毛之地搞他的核武器，足见毛泽东气魄有多大呀！以中共现在的科技力量，要想搞核武器，纯粹是有点瞎胡闹。况且，又没有了苏联的援助，他毛泽东还有什么杀手锏啊？静儿，你错了。他毛泽东绝非是常人可比呀。我和你说件事，还是在重庆谈判的时候啊，父亲，这件事情您曾经跟孩儿说起过。毛泽东当时写了一首词，叫做《沁园春·雪》，在山城重庆引起了震动。不过，从这首词中，也看出了毛的野心，是暴露无遗呀。父亲要跟你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毛泽东视烟如命，手执一缕就绵绵不断，一天要抽50多支。但是，当他知道我不抽烟的时候，在整个重庆谈判期间，他竟然一支烟都没有抽过。你就可以通过这一件小事，知道此人的毅力和克制力，非常人可比呀。父亲所言极是啊。美国人以为离开了苏联，毛泽东就什么事都干不成了。可是恰恰相反，他们现在干的是越来越欢了。所以由此可见，他们的精神和毅力的确是可怕呀。西方人是不了解东方人，美国人就更不了解毛泽东。韩战期间，他们认为毛泽东不肯出兵，可结果呢？台海危机，美国人用着原子弹，以为能让毛泽东屈服呢。可结果，他们是又错了。现在中共不惜一切，在这大漠上搞原子弹、搞核武器。从另一个角度来说，那完全是被美国人逼的。因此，金儿，这原子弹是枚双刃剑啊！弄得好，它可以把敌人打倒、打垮；但是弄不好，就等于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明白吗？明白，父亲。但是，无论怎么说，我们必须阻止中共拥有核武器呀。哎，是啊，就把这些照片拿去给美国人研究研究吧。当然，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给美国提出一些压力和影响力。好。美国人一直扬言要对中共做绝育手术，这些资料到了他们手里，那手术刀也该磨一磨了吧？哦，对了，父亲，我要送您一件礼物。是什么呀？父亲，请看，这是……父亲。这是西口，西口，我们的老家呀。是西口，这是我的西口。我看到了，这是雪窦寺、封告坊。这是……父亲，您看，这是祖母的墓道，还有墓道的墓室都完好无损的。父亲，这是家母的陵寝。家母的陵寝，我又看到了，又看到了家母的陵寝了。祖母的墓道，还有墓室，
都完好无损呢。父亲，您可以放下心里的一半牵挂了。是啊，父亲放下了。记得当年湖南的何键掘了他毛泽东的祖坟。我想毛泽东收复了大陆，也一定会抱着挖祖坟之仇。可我没想到他毛泽东还能如此的大度，对我蒋家的陵寝秋毫无犯。父亲，那不过是毛泽东玩的鬼把戏而已嘛。不管是什么把戏，此人有雄才大略，你我父子不得不服啊。唉，不过我蒋家的陵寝能秋毫无损，也是上天对我蒋家的眷顾啊。父亲，这些照片我们一定要收藏好了，日后回大陆，我们也算对得起蒋家先祖的在天之灵啊！告诉我，这些照片是怎么得来的？父亲，这是我委托空军黑猫中队的陈怀中校绕到溪口上空，特地为您拍摄到的，也是为了圆父亲思乡之梦啊。景儿，给我安排一下，我想尽快见见这位高空骑士。这次U-2飞机入侵，由台湾的桃园机场起飞，经马祖上空进入大陆，从福建、浙江、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内蒙古9省，在银川、兰州、包头、西安上空侦察，又飞到青海湖的海运上空转了3圈半，又经郑州、福州飞回台湾。同志们，U-2仗着自己飞得高，我们奈何不了他，越来越胆大妄为了。这一次又让他逍遥自在地绕了一圈跑了，这件事非常严重。我们做空军的不能保卫自己的上空，无颜见江东父老啊！主席和总理对此事非常关心，我们一定要拿出对付他的办法来。先把U-2飞机的飞行路线和活动规律搞清楚。就是摸透了，还得有东西打他呀。大前年，我们用苏制萨姆2型导弹击落了RB-57D 高空侦察机，在世界上首创了用导弹击落高空侦察机的先例。我看我们的导弹营可以发挥作用，在打U-2飞机这个问题上，要多动点脑子，多下点功夫。刘司令，我们现在是看得见的不能打，能打的够不着，够得着的又太少，而且还挪不动。你是说萨姆2型导弹挪不动？挪得动也是小动。不对，从苏联运到中国，我们还到大西北打过靶，这不能算是小动吧？萨姆2型导弹确实是笨重一些，光一个发射架就11吨重，还有天线收发车、指令车、显示车、坐标车、发射控制车、配电车、电源车、牵引车等等，而且娇气得很，动起来确实困难。不过还是动得了的。问题的关键是，这些导弹是用来保卫北京的，中央军委能不能解除这些导弹部队保卫北京的防空作战任务？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不过形势变了，我们的思想也要解放。我们把导弹部队放在北京，常年守株待兔，敌人又不来北京，这不是变成了敌人主动，我们被动了吗？该放的就得放，不要怕影响。敌人来了打不下来，那才是最大的影响。老刘，你说得好啊，咱们是该动一动了。好，我们马上向军委写报告，请求把一个导弹营从北京拉出去，到U-2飞机活动的航线上去设伏，我就不信打不下来的。
父亲，这位就是陈怀中校。我知道，他还是设计黑猫中队队徽的小伙子。总统真是好记性。陈怀中校还是我们杰出的高空骑士，而且是屡立战功，屡获勋章啊！好一个高空骑士啊，真是气宇轩昂，屡立大功。向总统致敬。陈中校，今天特意请你来，就是要亲自表彰你的功绩。谢总统栽培。经国。真精神！以后我们的复兴大业，就是要靠像你这样年轻有为的有识之士啊！生我者父母，治我者总统也。我陈怀愿为总统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有你这一番豪言壮语，我们的复兴大业就有望。回到大陆的时间也就很近了。请听总统训示。训示不必了。有一句话，我得当面告诉你：以后飞行，除了要勇敢，还要谨慎，因为你的生命对我来说才是最宝贵的。总统对我如此眷顾，我感激万分呢。不说这些了，来，金国。给我们俩合个影，我们来做个纪念。是，父亲。刘亚楼的建议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批准，地空导弹2营从北京拉出来，秘密赶往湖南长沙大托普机场机动设伏，准备迎头痛击入侵的U-2高空侦察机。1962年的春天姗姗来迟，但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召开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议。1957年的反右运动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次大的冲击，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巨大的精神压力，因此在会议期间，许多知识分子提出了意见。现在一提知识分子，就是资产阶级，连子女也因此受到歧视，从没听人提谁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对，我深有同感。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该如何理解？为什么要给我们戴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呢？对呀，就是。说吧，聂老总，是不是听到许多意见了？我们的科学家对科学工作中大搞群众运动提出了许多疑问，尤其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关于说他们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意见很大呀。我看这个问题应该解决呀。怎么说好？是不是请您到会讲讲话呀？我看就叫人民的知识分子，具体怎么讲，我到会上再说吧。第二天，周恩来赶到广州，与出席军委常委会的陈毅一起来到会场，发表了重要讲话。现在不能笼统地称知识分子为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是由脑力劳动者构成的社会阶层，旧社会过来的、新生活培养的知识分子，构成了社会主义的知识界。12年来，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经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这倒是，这样就定性了。过去对同志们批评错了的，
多了的、过了的，应该道歉。今天我代表中央，利用这个机会，再做个总的道歉。下面我们请陈毅同志讲话。哎呦，这陈老总鞠躬啊，这哎呀，受不起啊！今天我陈毅是为大家脱帽加冕来了，就是给大家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呐。建国已经12年了，12年的改造，12年的考验，尤其是这几年严重自然灾害带来的灾难。孔夫子3月不知肉滋味儿，在座的有些同志3年都不知肉滋味喽。但是你们没有抱怨，还是愿意跟着我们走。对共产党没有丧失信心，就凭这一点，就能看清你们每个人的心。10年8年，还不能考验一个人；10年8年，12年，还不能鉴别一个人。那我们共产党也太没眼光了。同志们，大家是人民的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知识分子，是为无产阶级服务的脑力劳动者。不能讲大家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必须摘掉你们自己戴上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会议即将结束前，为了给大家鼓劲儿，聂荣臻请钱三强向代表们介绍原子能研究情况。激动的钱三强在会上宣布了我国第1颗原子弹即将炸响的消息。同志们，我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国的原子弹的总体设计已经开始走上了轨道，我们将在预定的时间里爆炸第1颗原子弹。就在原子弹研制取得突破的时候，我国独立研制的东风2号中近程导弹也进入了试飞阶段。1962年3月21日，东风2号耸立在发射架上，随时准备发射。开始吧。是。10、9、8、7、6、5、4、3、2、1，点火！东风2停了69秒，就坠毁在发射场附近的沙滩上。失败了，我们失败了。薛森同志，你别太难过。我是技术负责人，我有责任。不，我是总指挥，这次失败，我负全部责任。爱平同志，不要再争了，我马上向聂总汇报，你带领大家去找找失败的原因。同志们，这次实验失败，我们亲手设计制作的导弹毁了，我们都很心疼。
是我们不要泄气，我们要从摔倒的地方爬起来，继续干下去。对，我们继续干下去。这次试验失败，我作为总指挥应负主要责任。聂总，我请求组织上处分我。爱平同志啊，先不要追究责任，你的责任我不追究，下面各级领导的责任你也不能追究。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出失败的原因。薛森同志已经在组织人员赶赴现场，分析事故原因。这就很好嘛，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我们要鼓劲儿，让他们放下包袱，不要搞得人人自危。既然是试验嘛，那就有可能失败啊！科学试验允许失败，失败了再来嘛。要认真总结经验，以力再战。不要哭，光流眼泪是没有用的。钱院长，那我们该怎么办啊？拿出我们的气概来，今天它掉下来，明天我们再把它发射上去，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可我看着这些碎片，就觉得心里特别难受啊。我心里也很难受，因为这里的每颗螺丝钉都凝聚着我们的心血。但是我们要冷静，既然是科学试验，我们就得有这种心理准备。如果每一次都成功的话，为什么还要做试验呢？东风1号试验的时候很成功，没想到这次把导弹摔了，大家心里都没准备，有点接受不了。我还是要给大家打打气，失败不要紧，因为我们的失败总是会伴随着我们最后的成功的。告诉你们一件事，我在美国的时候写过一篇关于导弹方面的论文，最终写成发表的只有几页纸，可是底稿却装了几柜子，到底失败了多少次，我自己都数不清了。钱院长，让你这么一说，我们又有信心了。我们不要怕失败，我们不怕他，他就怕我们。等我们下一次试验的时候，他就灰溜溜的走了，这样成功就跟我们站在一起了嘛。把眼泪擦了。钱院长，我再也不哭了。流眼泪，不要在失败的时候流，等到成功的时候再流吧。我们一起去找到碎片，仔细分析，找到故障原因。走。钱院长，螺丝钉也要剪啊？一颗小小的螺丝钉，也有可能导致一场大事故，可别小看了它。钱院长，你可真是心细呀！我们大家的心都要细，科学是最认真的事，我们都不能马虎啊。走。钱学森亲自带领大家把散落的导弹碎片捡回来，连一颗最小的螺丝钉都不放过。茫茫戈壁滩上，他们捡了3天3夜。找到了！我找到了！大家快来啊！找到了！找到发动机碎片！找到！快走走走！眼看着导弹从天上掉下来，很多人都哭了。当时虽然我也激励大伙说失败了不要紧，可以继续努力，但是今天在您这儿，我的心情还是很沉重的。学森同志，慢慢说，原因找到了没有？导弹的残骸都已经收起来了，大家也开了好几次会，分析失败的原因，初步的判断应该是技术上的原因。不要急，我们一定会找出问题到底出在哪里。聂总，对于这次失败，我很痛心，也很内疚。我是技术总负责人，责任都在我身上。学森同志啊，
你这是负荆请罪来了？我辜负了聂总对我的信任，希望组织上对我……好了，你这话我不听了。东风2号发射失败当天，张爱萍同志打电话向我汇报，我就明确跟他说了，既然搞事业，成功和失败都有可能。成功了当然好，失败了，我们是重在总结经验教训，不要追究责任，不要让大家有顾虑，有思想包袱。可我心里不安呐，我毕竟是技术总负责人。我再重申一次啊，从你开始，到五院的各个部门领导，都不能追究责任。不仅如此，我还要在五院的领导班子里再次强调，技术上还是由你钱学森当家，你说了算，任何人都不得干涉。学森同志啊，大胆的干吧，我努力当好你的勤务员，有什么问题，我们共同来解决。是，聂总。同志们，进行科研事业是要加深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只有通过反复的试验，才能发现问题，修改设计，改进工作，从而使主观认识逐步符合导弹研制的客观规律。钱学森同志虽然是个副院长，但在业务上他是一把手。我们领导班子的成员一定要配合好学森同志的工作，做好科学家的勤务兵。许森，你这是怎么了？没事，我挺好。快告诉我，肯定出什么事儿了。许森，你这是怎么了？没事，我挺好。快告诉我，肯定出什么事儿了，你瞒不了我的。好吧，我告诉你，我是太激动了。昨天你回来的时候，我看你就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是这样，我们的实验失败了，我是主要技术负责人，我应该有责任。我也做好了准备，向聂总检讨，接受组织上的处分。可是，聂总不但没有批评我，还一再强调不追究责任，五院以后的技术工作仍由我负责。我明白了，组织上这样信任你，你激动得掉眼泪了。聂总、主席，还有总理，他们对我太好了，可以说是无条件的信任。这如果要是在美国，那是无法想象的。你又想起美国啊？在美国的那段日子里，真是太黑暗了。我一直到现在都不敢去想，简直是一个噩梦。经历了这样的噩梦，我们才明白，替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那是一种幸福啊。对，这是一种幸福。英，我想听你弹琴。想听什么？有一首歌，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它像阳光一样，照耀着我，温暖着我。好啊，我知道你要听什么了。
同志们，经过3个多月的苦战，我们基本上找到了东风2号试飞失败的原因。一是没有充分地认识到导弹弹体的弹性，飞行中弹体会做弹性振动，与姿态控制系统发生耦合，导致火箭飞行失去控制。二是火箭的发动机推力不够，导致火箭局部破坏起火。我认为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没有认清局部和整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应该从系统学的概念来处理这些问题。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我有个朋友，他问我，夏天房间里很热，如果打开冰箱的门，房间里的温度会不会降下来？我告诉他说，不可能的。为什么呢？打开冰箱的门，冰箱门附近可能有点凉意，但是房间总的温度不会降下来，因为你在不断向房间里输入电能，电能会转化为热能，所以房间里总的温度是在升高的。我们搞总体设计，研究和讨论问题都要从全局出发，从系统这个概念去考虑事情，然后再做出决策。钱院长，我们加强对导弹的总体设计工作。好的，涂守鄂同志，这个工作就由你来负责抓。好。钱学森的系统学思想对后来的导弹研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他的提议下，涂守鄂任东风2号导弹总体设计部主任，五院还专门成立了科学技术委员会，由钱学森任主任。为确保东风2号导弹研制成功，北京西南郊的导弹试验站加班加点，开始建造导弹全弹试车台。这是项至关重要的浩大工程。学森同志，辛苦了。没事，大家不都在加油干吗？歇一会儿，别太累了。叶总啊，一再交代，要保证你有足够的精力来带领大家进行技术攻关。王院长，这个试车台就是我们最大的技术攻关，它是整个导弹运载系统研制工作的灵魂。有了它，我们一系列的问题都可以解决了。所以啊，你为了这个灵魂，就亲自上阵来了啊！别这么说，试车台早一天建成，我们的东风2号导弹就能早一天飞上蓝天。这工地上施工的事我来抓，你嘛抽空过来敲敲边鼓吧啊！为了战胜困难，毛泽东以身作则，带头精简身边的工作人员，包括跟随了他多年的叶子龙、李银桥等人。毛泽东忍痛让他们离开自己，去地方工作。主席，您找我。来，过来坐。主席，您是不是有话跟我说？银桥啊，在我身边工作这些年，你帮了我不少忙啊。你是个好同志，任劳任怨，兢兢业业，离不开你啊。主席，您怎么说这话？林桥啊，你老跟着我也不是个法子。我死了你怎么办？主席，我在您身边15年了，我舍不得离开您。我也舍不得你呀。我和我的家人，我的孩子们1年也见不上几面。你在我身边工作，我们每天在一起，朝夕相处。你呀，比我的孩子还要亲呢。主席，您就像我父亲一样，从工作到生活，我就像主席家中的一员。你下去的事，我想过几次了。
一是精兵简政的需要，二嘛，我也得为你的前途着想啊，不能误了你。去年让你下乡，我是有意识锻炼你，增强你的才干。你在我这里啊，地位够高，可魏市长也只是个团级干部，职务太低啊。主席，我不在乎职务。那您在延安的时候，您就跟我说过这事吗？老在我这里要影响你的发展，下去多锻炼锻炼。工业、农业、公安几种工作都干一干，取得经验，提高能力，也好胜任更重要的工作。你才30多岁嘛，下去以后夹着尾巴做人，搞好团结。我相信你一定会有出息的。主席，既然您定了，那我就听主席的。你走以后啊，我身边再也不任命魏市长了。人老了，怕寂寞呀。主席，您别这么说。人都是要死的。银桥，我刚才说的话，你都记住了？我记住了，主席。我下去以后，一定好好干，绝不给主席丢脸。好，一举一动都要注意影响，不要脱离群众。是，主席。有可能的话，每年都来看我一次。啊，哎，进中南海的特别通行证不要交，我这里就是你的家嘛。是，主席。我活着，你来看我；我死了，你能不能每年到我坟上看我一次啊？看我一次我就满意了。主席，我会来看您的。哎，莫哭，莫哭。这次子龙他们也要下去，你可以去石家庄啊，离你老家近些。主席，如果一定要离开您，我不去石家庄，我去天津。哦，也好。以后啊，你在天津，我从那里经过，可以顺便去找你聊聊天儿，咱们见面也方便。你到天津工作，安家需要钱，拿上这800块钱，帮你解决些问题。主席，这钱我不要，我不缺钱。拿着。主席，您以前总在经济上帮我们。哎，不要说这些。银桥啊，干任何事情，不干则已，干就要干出成绩来。事情不在大小，都要善始善终。我身边的人都要有这么一种精神，不搞半途而废，有一口气就要干到底。主席，我李银桥以后不管在什么地方做任何事，绝不给主席丢脸。主席，刘总司令，国光计划进行的怎么样了？报告总统，国光作业室下属的陆军陆光、海军光明、空军晴天3个工作室的作战计划已制定完成，请总统过目。好。你是陆军总司令，告诉我，你有信心吗？有，只要我们的大军一到，大陆民众揭竿而起，奋勇迎合，那么我们反攻大陆的宏图定能实现。要实现国光计划，首先就得树立
与共军决一死战的决心。今年是壬寅虎年，后年就是龙年。我决定再草拟2个反攻计划，暂且叫它虎啸龙腾吧。哎呀，这好名字啊！虎啸龙腾，这2个名字起得好啊！龙腾虎跃，威震海峡，我们反攻大陆必胜啊！总统的意思是，这2个计划可以在今年和后年之间实施。今年先实施虎啸计划。今年我已经76岁了，可我依然有龙腾虎跃的雄心。对，好。我坚信，只要我们登陆大陆沿海，哪怕只有1个师的兵力，我相信我们同样可以取得胜利。总统，这个不要跟我说不可能。是。我已经决定，从现在起：1. 增收国防税； 2. 购进大量的新式武器，改装飞机，增加飞机的加油量，以至于可以往返于大陆和台湾之间。3. 延长服兵役的时间，从现在起，士兵一律不准出营房，随时待命。是，总统。另外，在士兵的鞋上、皮带上要刻上“光复大陆”的字样，以鼓励士兵的士气。总统想得太周到了。我们还要从日本购进大量的血浆，越多越好。我们要跟共军血战到底。遵命。经过，你跟美国人再接触一下，让他们全力支持我们的反攻计划。总统放心，美国驻台湾的大使希斯曼已经到任了，我马上去拜会他。只要有美国人的支持，我们的龙腾虎跃计划就一定可以实现。面对蒋介石的蠢蠢欲动，毛泽东在上海紧急召见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部署对策。我们的老对手蒋介石准备铤而走险，妄图与我们决一死战。根据主席和中央的指示，我东南沿海地区的部队已进入紧急战备状态。要是敌人赶来，叫他有来无回。要准备蒋介石集团40万人的秋后登陆。我们的战略方向还是在东面，这里是要害，敌人一旦突上来，对我们很不利。从连云港到香港，通通不让他上来。从目前情况来看，蒋介石还没有这么大的实力对大陆实施全面进攻，所以还要准备第2手，防止敌人突破，防止敌人空降，在我中心地区占领一个城市。是，主席。军队的调动要做好保密工作，让蒋介石摸不清我们的战略部署。这个请主席放心，各军区入闽部队根据部署向东南沿海地区秘密开进。各部队都是夜间从驻地出发，乘坐闷罐车，无论进站还是临时停车，都严禁开门或下车。吃喝拉撒都在车上。出发后，驻地电台仍然工作，而运动中的部队则保持无线电静默。很好，要善于迷惑敌人，打有准备之仗。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发出关于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至7月初，步兵和特种兵部队全部按时开进到指定地区，部署完毕。东南沿海地区的陆海空3军已经严阵以待。台湾方面的情报都摸清了，蒋介石除了增强武器装备外，部队已在集结待命，还从日本购进了大量血浆。蒋介石对这次反攻大陆不惜血本啊！我看他决心很大，实力不足。还有，他真要打，没有美国人的支持还是不行。我们的经济形势刚刚开始好转，这一仗是不是不打为好？
那主席的意思是，不战而屈人之兵，乃上策也。哦，我想起来了，当年蒋介石指使傅作义突袭西柏坡，主席唱了回空城计，通过新华社把敌人的阴谋揭露出来了，硬是把蒋介石的好计给挫败了。当年我们在西柏坡没有多少部队，唱的是真的空城计，今非昔比啊！这回可不一样了，要打我们是有实力的。哼，要让蒋介石知难而退，我们可以利用舆论的力量，加强政治攻势，警告蒋介石放弃反攻大陆的幻想。这是一个方面。我看军事上的策略也可以改一下，让部队动一动，该保密的要保密，不保密的索性公开亮出来。好，我们部署在东南沿海的一部分部队可以公开行动，让蒋介石看明白，我们已经做好了迎战的准备。这样至少能让蒋介石心有余悸，推迟他的军事行动，不敢贸然进犯。主席啊，这又是一招妙棋呀！蒋介石打不打，关键还是美国人的态度。原来，这方面我们要搞清楚，同时要充分利用美国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争取让美国来制止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军事行动。中美大使级会谈还在华沙进行，这几天王炳南同志刚好回国休假，我找他谈谈，让他提前返回华沙，跟美国方面的代表直接接触一下，了解一下美国的态度。我听说王炳南同志跟美国谈判代表卡伯特的关系还不错，我想会有收获的。父亲，我和希斯曼先生已经谈过了，他也转达了肯尼迪总统的意见。美国政府不支持我们反攻大陆。美国人又在耍滑头了。他们会单单惧怕毛泽东吗？晶儿，你有没有告诉他，如果我们反攻大陆，苏联是不可能支持毛泽东的，这对美国的战略利益有好处的。父亲，这些话我都说了，可希斯曼先生他不相信我说的话。我感觉白宫对这件事情的态度已经很明朗了。其实我早就猜到美国人会这么做的，他们深恐把自己拖进去，直接和中共发生冲突，重演去年他们在古巴猪湾登陆时的惨败悲剧。那我们怎么办，父亲？美国人是靠不住的，以后我们还得靠自己。王炳南同志返回华沙后，约见了美方代表卡伯特，向他表达了我们的态度，对美方提出了警告。这样的话，美国方面的态度也应该明朗化了吧？卡伯特当场表示说，在目前情况下，美国绝不会支持蒋介石发动对中国大陆的进攻。蒋介石对美国承担了义务，未经美国同意，蒋介石不得对中国大陆发动进攻。他还向王炳南同志保证，美国绝不要一场世界大战，要尽一切力量来防止这种事情。炳南同志不辱使命，美国人的底牌我们摸到了。这下台湾那边蒋先生的日子又不好过喽。我们的这个老对手啊，是不会甘心失败的，他还要兴风作浪。可惜啊，单靠他手上的实力，是一定要失败的。
父亲，大陆，我们就再也回不去了吗？父亲常说，要学习勾践，卧薪尝胆。10年生聚，10年生还。可是我们退居台湾已经13年了。这13年，我每天都在想着大海的那边呐。父亲，是孩儿无能。不，这不怪你。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呐。这2句话你得记住。我们可以不管美国人对我们反攻大陆的态度，我们要主动创造形势，再也不能坐以待毙。如果要等到美国人同意我们反攻大陆的那天，那就晚了。虎啸龙腾计划绝不能停下。是，父亲，我们还是有机会的。过了今年这个虎年，还有明年、后年，我们虎啸的决心已经喊出来了。离龙腾这一天不远了。金儿，继续加强对大陆的高空侦察，既要有东南沿海的目标，也要有中共核设施的目标，双管齐下。U 2侦察机的活动越来越频繁，但连续几个月，它都在江南一带活动。设伏在长沙大托铺机场的我导弹2营，整个带弹，却始终没有等来 U 2飞机的踪影。今年1到8月，U 2飞机共入侵了11次，有3次到了大西北，其余的8次都在长江以南的福建、浙江、安徽、江西、广东等地活动。大家来看看，这个 U 2飞机活动航线交织集中的地方在哪儿？南昌。对，南昌。11次中，其中它进出出南昌8次，这说明什么问题？说明南昌是他重点的侦察对象。既然是他的重点，为什么咱们还死守在长沙，而不在南昌设伏呢？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把导弹营拉到南昌，这样战机比在长沙多得多。老岳分析的有道理，我们不能在这守株待兔，应该主动出击。对，我现在向司令部请示，建议改变设伏地点。好，让 U 2这个幽灵有来无回。老程啊，我认为岳振华同志这个分析啊是很有道理的。如果我们继续在长沙这么等下去的话，那将会贻误战机呀。我也同意岳振华同志的意见，把导弹2营拉到南昌去，那里的香塘机场很合适。老程啊，这会儿你可跟我想到一块儿去喽。啊，老刘，那就下令吧。哎，莫急莫急。首先啊，要请示军委，再一个，导弹营可是我们的宝贝啊，它的一举一动都得中央批准。行啊，等导弹2营在香塘机场部署到位了，我亲自去指挥。这回啊，非把这 U 2揍下来不可。老程啊，这一次我们可要动点脑筋喽。打 U 2就好比在大海里捞针，如何才能在大海里捞针？那首先就要从茫茫的大海里能够捕捉到这根针。大海捞针，变被动为主动，是这个意思。就算是 U 2他不来，我们也要想办法把他弄过来。过去我们都是在守株待兔，干的是一锤子买卖，但是这一次啊，我们可要想办法要引蛇出洞啊。这一年9月初，导弹2营在南昌象塘机场部署完毕。
与此同时，成军副司令在空军司令部酝酿成熟了诱歼U-2飞机的方案。蒋介石对我沿海一带的空军调动一向关注，我们这次就来个将计就计，发封密电给南京军区空军司令部，把轰炸机派往南昌，这样势必引起蒋介石的警觉。老程，好计，好计呀！我们抛出空中飞饵，又是U-2来上钩，那这样，这根针我们才捞得住啊！只要蒋介石派出U-2飞机到南昌侦察，他就钻入了导弹营部的口袋。这次绝对让他溜不了。好，就这样定了，马上向南京军区发报。是。空军司令部发给南京的密电，果然被蒋介石的情报部门侦听到了。随后，盘踞在东南沿海岛屿上的蒋军雷达也迅速发现了我军轰炸机从南京起飞的动向。根据前沿雷达和机侦部门的报告，今天中共有个轻型轰炸机大队从南京起飞，飞往南昌的向塘机场。哦，他们想干什么？看上去像是转场，或者是演习。南昌地区是我侦察的重点，那又是共军重要的军事基地，而且还有飞机制造厂。它还处在台湾到西北的路上。我看空军必定是有所图谋。可是目前，共产党方面并没有暴露真正的意图。继续侦听，有任何动向，马上向我报告。是。共军把轰炸机大队调往南昌，意欲何为啊？父亲，我看派U-2去侦察一下，怎么样？不。那父亲的意思是，您有何打算啊，父亲？共军此举是否另有所图？现在不得而知嘛，所以还是小心为好啊。那难道父亲认为共军是想打U-2的主意？不得不防。不要忘了，U-2飞机是美国人支援我们对大陆高空侦察的，我们和美国之间有着密切的合作。万一U-2飞机要是出了事情，那就事关重大，成为国际问题了。父亲，美国人的脸面受到伤害，对我们也不利呀。父亲，您是多虑了。共产党就是有天大的本事，他也不敢打我们U-2的主意啊。他有什么武器啊？飞机、高射炮，他都够不着啊。你可能忘了，RB-57D 高空侦察机是怎么被共军打下来的吧？是父亲。U-2飞机就是飞得再高，他共军的手段也是高不可测呀。是。我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大陆中共到底想干什么，再相机行事不迟。还是父亲深谋远虑啊！这一生跟共党打交道，最大的体会就是要谨慎，谨慎再谨慎。做每一件事情，走一步要看3步，只有这样才能立于不败之地呀。奇怪，台湾那边怎么没有动静啊？鱼饵是抛出去了，可是鱼却没有咬钩啊。看来我们的鱼饵还不够大呀。老刘，你的意思是咱们再上？昨天我们动用的是一个轻型轰炸机大队，今天呢，我们再用一支重型轰炸机大队，
看看蒋介石还坐得住坐不住。老刘，这么大个鱼饵下去，他蒋介石要沉得住气，那可不容易呀！啊！老程啊，台湾方面看到这样的电报，又够他们忙活一阵子了。我想，很快他们的雷达也应该有所发现了。就是啊。空军司令部再次密电南京军区空军。当天，一个重型轰炸机大队即从南京起飞，飞往江西南昌附近的樟树机场。父亲，伊福恩来了。报告总统，我机侦部门再次监听到空军密电，前沿雷达发现一个重型轰炸机大队从南京飞往南昌的樟树机场。你说中共连着2天调动了2个轰炸机大队，这南昌那边有什么军事行动吗？父亲，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看U2该出动了。伊署长，你的意见呢？报告总统，就我个人的分析，目前共军没有能力对付U2，不妨按大公子的意思，让U2到南昌去侦察个水落石出。好，就这么办。不过一定要小心行事啊。建国，你尽快和美国军事顾问先商量一下，关键是这次的U2高空侦察，不要让共军发现我们是针对南昌的。U2的侦察目标是南昌地区，但是我们要故意表现出对这一地区共军轰炸机大队调动的冷漠态度，不要给予明确的回应。顾问先生的意思是，U2扩大侦察范围，然后再出其不意地返回南昌地区。说的没错。南昌是U2途经的一个地区，这样共军就看不出我们的明确意图了。顾问先生的方案和我们总统的想法完全一致。共产党惯于搞游击战术，声东击西，他们的这套我们也可以学习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顾问先生，这是我们中国的一句老话。没错，你们中国人智慧很了不起，尤其是双方拼个你死我活的时候。好了，我代表家父感谢顾问先生，我先告辞了。U2侦察的共军机密是我们共享的，蒋经国先生，祝我们成功。2天后，经过周密部署，黑猫中队副队长杨世居驾驶U2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穿越海峡后进入大陆。U2从南宁飞往桂林。我是黑猫，有路发生故障，请指示，请指示。黑猫，我命令你放弃侦察计划，选择最近的路线返回，立即返航。U2飞向广州。广州。U2现已从广州北面方向侧飞。有没有进入广州市啊？没有，已经飞过广州了。搞什么名堂？今天的U2飞机行踪有点诡秘啊！报告 ，U2突然掉头，从北向南穿过广州市。继续监视。是。不好，怎么了 ？U2从广州出来后逃了。逃了？逃向哪里？
已经入海，看样子是返回台湾了。这大海里刚看到了针，还没来得及捞，又让他跑了。看起来这根针还不好捞啊。你来看，咱们下的钩子是在南昌，不知道为什么 U2 飞机飞到广州上空以后绕了一圈，又掉头返回了台湾。从航线上来判断，这不像是一次完整的侦察飞行啊。有道理，说下去。我看，好像是发生了什么问题，半路返回。所以，我们今天未打掉它，很可能是个意外。U2今天对广州的侦察，在战术上又有了新的变化。先在侦察目标侧后方绕飞，然后再突然掉头回窜，其目的是要攻其不备，以防我导弹的袭击。哼，这些龟孙子也学精了啊，像泥鳅一样滑。从目前的迹象上来看 ，U2并没有发现我们在南昌的设伏，所以我判断，明天他们一定还会再来。我马上跟岳振华同志联系一下，让他们有所准备。好，在南昌的设伏计划不变，告诉同志们，一定要有信心。是。黑猫中队副队长杨世居因U2飞机油路故障提前返航，侥幸逃过一命。接下来执行任务的就是深受蒋介石父子欣赏和器重的陈怀。祝你成功，我心已决，不成功便成仁。不要说这个话，我们的高空骑士是所向无敌的。今天的天气很好，我等着你胜利返航。是，您就等着我的好消息吧。1962年9月9日，陈怀驾驶的U2飞临到福建平潭上空后，高度爬升到2万米，开始向江西方向侵入。这条大鱼终于咬钩了。报告 ，U2经平潭上空深入大陆，沿铁路线向南昌和鹰潭方向深入。数据：目标离南昌500公里，高度2万米，时速720到800公里，离我军阵地40分钟。太好了，我们终于等到这个龟孙子了。命令岳振华，让他导弹2营和指挥所立刻进入1等战斗准备。报告，司令部命令我们指挥所进入1等战斗准备。同志们，决战的时候到，进入1等战斗准备。是。同志们，这是我们导弹部队第一次机动作战，这一仗一定要打好。党中央和毛主席等待着我们胜利的消息。